对，郑医师。好，那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好，那因为时间只有半小时，那就是我希望尽量可以在15分钟内结束这个投影片。然后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直接 demo 给大家看，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反映，就是希望看一下制作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就是尽量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那来不及的话就算了，以后还有机会。好，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出一张嘴做分析，主要就是希望用 vibe coding 的东西来帮助大家。协助大家这些公卫人员可以在业务上有一些帮忙这样子。对，那重点就是出一张嘴，所以其实今天不会讲到资料分析的部分，因为其实出一张嘴就讲完了，所以我们重点就是我会讲怎么出一张嘴，但是大家实际上应该是看不到什么资料分析啊。看一下下一张。好，那其实这个是大家生活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嘛。其实不管是我之前帮大家上，就是有人找我上资料视觉化的课，或者是简报课，那其实大部分的人跟我们反映都是，其实他们平常业务上最常做的就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报表、资料分析或者是简报啊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每天都在做这些，然后就是用 Excel 啊，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在做。那甚至我上课的时候，就算教大家怎么做资料视觉化或者那之类的，大家都会就是有一个困扰，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动手做，因为现有工具或者是一些进阶的工具，或者是如果真的要学到程式语言之类的东西的话，其实大家是没有这个时间学的，也没有这个基础。那很多东西其实一直听大家讲说，就是其实你这个用程式来处理就很快啊，然后都可以自动化，但是大家其实没有这个时间去学这些程式，然后来把这些东西真的做出来。因为 R 跟 Python 听起来就是一个天书，然后花很多时间来学，然后再用在业务上，其实是非常的麻烦。然后，对，那所以其实AI 这个我们叫 Vibe Coding 这个工具出来用，其实它正式名称应该就叫 AI Coding 啊。Vibe Coding 的意思只是说，就是会像这个那个旁边右边这个图一样，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很轻松的、很 vibe 的方式，然后来做 coding 这件事情。所以它的重点其实是 vibe，不是 coding， 因为 coding 是 AI 在做，你做的事情就是出一张嘴。那这对我们来说是超级完美的解方，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有这些领域知识，然后我很清楚我的东西要怎么做，然后我的业务流程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卡在一个状况，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它真的做出来，用程式把它真的做出来。那如果要找工程师来跟我们合作的话，工程师听不懂我的话，然后我也听不懂工程师的话。好，那所以大家想象，就是有这个 Vibe Coding 这个工具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整个角色会转换过来哦。就是这边这个是因为这个大纲是那个 Gemini 来帮我写的，所以他有写的东西比较生硬。他是说什么你化身为疫情调查指挥官，然后 AI 是你的专属资料科学工程师。我觉得其实用正常应该用大家熟悉一点语言来讲，就是以前是长官教你做事情。好，那长官说你要做什么报表，你要做什么图，然后你要做什么资料分析。现在就是你就是长官，好，以后出一张嘴的不是长官，是你就是化身为长官，然后 AI 是你的承办人，然后你就是出一张嘴叫他你要画什么报表，然后你要做什么资料分析，然后然后 AI 就会帮你把它画出来，所以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升级的感觉。好，那我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个工具，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最近的工具开发的越来越好，那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大家可能会使用上比较没那么痛苦，而且容易入门的工具。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就是来试试看这个Google 出的 Anti-Gravity， 它是去年底刚发布的一个 solution。那本身是整合了 Gemini 的模型，那其实也有整合 Cloud 的一些模型。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熟悉，就是觉得喜欢 Gemini 想要用其他模型的话，其实 Google Anti-Gravity 里面也会有其他模型可以给大家选。好，那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是一个我们叫做整合式开发环境。为什么叫整合式开发环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界面哦，就是然后让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视窗的界面，你就可以去使用。然后如果大家之前真的有一些程式的基础，那可能有看过，比如说 SAS， 或者是看过那个 RStudio 怎么用，或者是真的有学一些 Python， 然后要去用那个 VS Code 之类的环境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这个Anti-Gravity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它是一个视觉化的，然后可以让你就是直接在上面编辑，然后呈现结果的一个整合式开发环境，所以非常的方便。那它的重点是它主打的叫做 AI First，Agent First， 就是说它其实是希望整合整个 AI Agent 的功能为主，而不是口拍的而已。就是说之前大家想象，就是如果我要写一个程式，或者说我要做一个资料分析，好，那大家可能把档案丢给 ChatGPT 或者是丢给 Gemini， 那网页版的 ChatGPT 或 Gemini 会做什么事情？
他告诉你啊，你可以这样做这些资料分析，然后我帮你甚至他说我帮你生成了一个程式码，那你就照着我这个程式码来做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我还是不会做，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去执行那个程式码，我就是不会写 Python， 我就是不会执行，我没有那个环境会用。对，那或者是就是对，就很麻烦了。那所以这个 AI Agent First 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不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帮你想好程式要怎么写，其实它甚至是可以取得这个权限，直接帮你执行，那甚至是整合其他东西来，就是直接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产出来给你看。所以你看上面有写，它不是只有像那个网页版的 ChatGPT 一样，就是这样给你看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真正可以做事情的助手。那就像我讲的，他就是你的承办人，你就叫他做事情，他就会拿出东西来给你，而不会就说跟你说啊，就是请你贴我的程式码这样子。好，那它的重点这个是它几个特色。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大家目前可以知道的，最主要是左上角这个 Artifact， 它跟其他的 AI 辅助的，比如说 VS Code Copilot 或者是不是 GitHub Copilot 或者是那个 Cursor 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其他各家应该也慢慢都会变成一样的。它主要是预设会有一个 plan 的模式，然后会产出一些 artifact。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大家之前都说，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今天丢一个资料给那个 ChatGPT 网页版的 ChatGPT 或 Gemini 分析，那其实他就会跟你说他分析，或者是他背后用了什么程式嘛，也许很简单的跑一跑，他给你一个结果。其实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哦，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现在那个Antigravity 他的做法就是他要让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之后，他会写好一个分析计划。比如说你叫他做资料分析，他会写好一个分析计划，告诉你他要怎么分析，每一步要怎么做。然后他会写好 task， 他会写好他每一步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他会写好就是那之后你会有哪些产出，那你可以怎么样去验证这些东西。他其实会写好，会把这些档案、这些过程的档案全部都产出来给你看，然后你就是会很了解，而且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照着他的指示来做。好，那目前它是免费的啦，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用，然后免费的货它会比较少。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 Gemini 账号，或者是有一些共用，我知道资讯室有开那个 Gemini 的账号，各个单位可能都有要一些可以来用。其实我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就是直接来下载这个 Antigravity 来试用。那安装的部分我们就不特别讲，因为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大概是我不太可能手把手从安装开始教起。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官方版的，就是简报都给大家，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反正就是之后这些讯息如果跳太快，你们回来慢慢看也可以。那里面的有连结，你安装就是手把手的安装，你就是直接看这个连结里面都会有官方的说明，写的还蛮清楚的，而且还有一些进阶的应用，我今天绝对不会讲到的，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的，我觉得他写的还不错。那重点其实就是你给他下载，然后汇入跟主题就是会有一些设定。那如果用过 VS Code 就会觉得很熟悉。那重点当然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把它变成中文，因为它本来预设的是英文。这个其实上礼拜那个婷瑜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也有提到嘛，就是你使用 Antigravity 这方工具的时候，他建议你要先装哪些东西。那就是中间有一个一开始用，他会问你一个 agent 的 mode 使用。那原则上我们就是推荐用直接就无脑选 review driven， 就是它 AI 会帮你规划。但是他规划到一些重点的 step 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问你要不要这样做，或者是要不要执行，然后剩下的就是登录跟授权，因为你要登录，然后它才会有那个 Gemini 的模型可以跑，就这样子，这其实很简单。好，那它就长得像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应该这个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编辑器的那个界面。那其实大家要知道，最重要就是最右边就是 agent 的模式，那其实就是像大家用网页版或者是那个ChatGPT 或 Gemini 一样，就是在那边跟 AI 聊天。那3是主要编辑器，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看 code 或者是要看它产出的文件的时候，你就是在中间的编辑区看，然后最左边会有一个档案总管，可以让你就是看一下它产出哪些档案，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档案管理的时候，可以在那边看。好，那如果今天大家有兴趣开始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原则上大家最有可能拿来做资料分析嘛。那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拿没有去识别化的资料，或者是有业务上机密的资料来给这个 AI agent 使用，因为他虽然讲说他不见得会留这些资料，或者是不见得会真的把这些资料上传到哪里去，但是因为他在分析你的资料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偷看前几笔，或者是
就是要看你的 data schema， 它可能会做一些初步的分析。那其实你不能保证这个资料是一定不会有外泄的风险的。但所以请就是要给它使用，或者是之后大家真的要做什么自动化流程的时候，就是要记得，其实一定要用这个去识别化的资料再来给它处理。基本上我在想象大家的应用情境的时候，我是想不出来有任何情境是大家一定非得要拿就是有个资或者是什么机密资料的资料来做处理的，因为大部分大家做的业务报表或者是一些就是统计分析，其实没有一定要到就是要拿到有个资，比如说姓名、身份证字号的资料，所以其实你们先经过基本的处理之后，再拿给就是那个 Anti-Gravity 做这些处理，原则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才是。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是也许你的业务是不适合使用这样的应用的，那可能就是要再考虑看看。好，但是基本上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其实之前在讲各种就是那个 prompt engineering 的时候，可能都会讲说，那你如果其实 vibe coding 就是一种就是跟 AI 沟通，就是其实也是下 prompt。那所以其实重点就是你要角色设定，我觉得其实这边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状况下，你不用让他知道什么角色也没关系，你就是跟他讲说你的任务是什么，他其实会做。那除非是你就是要天马行空发想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许可以给他一些背景设定，会让他更有方向，也不一定。好，那原则上就是给他明确的任务，比如说我就是要这里有一个 Excel 的那个登革热的 CSV 档，那请你帮我做什么样的分析？那我的输出必须要是比如说每周的病例趋势图什么，然后找出病例数最多的前3个行政区，或者是什么近10年来最年轻的登革热病例什么之类的，把它做出来之类的。那其实他就会帮你找出来，因为大部分的业务其实都是可以很明确的这样下指示的，或者是长官指示，应该吧，我也不确定。那 anyway， 反正就是你给 AI 其实可以给到这么明确的东西的话，它大部分都会给你一个大家觉得还蛮满意的成品。所以原则上第一个就是准备好你的去识别化资料库，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大家在试玩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请他想办法要建一个自动化流程的时候，只是在试做要做一个 prototype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生成模拟的资料啦。就是请他做假资料，就是 data schema 其实都一样，但是里面的资料先请他乱填100笔就是假造的资料，然后让他来就是验证整个流程可不可行。其实这种事情也可以做，甚至 Anti-Gravity 会直接自己问你他需不需要帮你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回答好就好了，那他就会帮你做好假资料，可以让你就是验证整个流程。对，那所以你就是上传，你就是在某个地方放了你的资料，然后跟 Anti-Gravity 说你去哪里看这些资料，然后我要你帮我做什么事情。那大部分的状况下，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就请他用 Python 做就好，因为 Python 是可以内建在就是那个 IDE 的环境里面直接执行的，比较方便。如果你硬要或者是什么 JavaScript 或者什么其他的语言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再另外去考虑那个你要怎么样去执行它，然后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结果。那最后它就会生成一个图表给你。那重点就是原则上你要改什么东西，如果你图画不好，长官会怎么请你改？长官不会自己改，长官会说，哎，你这个 X 轴怎么改，然后你那个怎么改，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是长官了，那你就是直接跟这个 AI 讲说我要怎么改。你这个图画的太丑，你就说请你画好看一点。然后你这个格式哪里不对，或者是你哪里要标什么东西你都没有标，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不用讲一大堆，或者是你也不用自己真的动手去改这个程式码，你就直接跟他改就对了。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你就是不停的在教你这个小助手，然后去怎么改这些东西。好，那最后给大家几个观念。第一个是，通常我们就是打造一些那个产品的时候，那像以我们的状况，最常见的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个资料，然后或者是使用一些网站，就是做好一些网站之类的东西来呈现。那所以比如说我预设大家今天可能会想要打造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的晨会面板，或者是像我们疫情周报那样子的东西。那资料产生之后，我们就会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嘛，就连着到那个前端到后端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原则上做这些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个 AI 沟通的语言，我们就会提到的就会是什么叫做前端跟后端。那其实你就是想这个是一个，他这边讲的就是一个餐厅，然后其实后端跟资料库，就是我们的资料库跟处理这个资料的逻辑，好，然后它就是你这个餐厅的厨房。然后前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菜处理好端出来，然后使用者看到的地方，所以它整个 data 流程会是像这样子。我们会需要确定我们资料在哪里，比如说我资料是在仓储，我资料是在我本地的 Excel 档、CSV 档，格式是什么，或者是我要用 Google Sheet， 然后我的后端要用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我是要用 Python， 我是要在 Google Sheet 上用 App Script 处理，还是我要写 SQL， 还是要干嘛？你要怎么去做处理？然后最后你的前端要怎么呈现？我是要把它放到那个网页上变成一个仪表板网页，还是我要
就是做成一个一页的文件，然后可以 email 给长官，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在设计你的工作流程，要怎么去做这个资料分析跟呈现的时候，其实你要给 AI 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是这3个。我资料在哪里？我后端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处理？然后我前端要怎么做？那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比较容易去跟这个 AI 沟通，而且去打造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自动化流程的产品。那通常建议，目前我看到最方便的两种 solution， 第一个叫做用 Google， 全部用 Google 生态系，就是有人跟我说他想用 Google Sheet， 好，那就用 Google Sheet。Google Sheet 可以做 App Script， 就是用那个 Google 的程式，Google 的服务，然后写一些自动化的程式在后台，然后它会自动去分析、执行，然后就是把那个 Google Sheet 里面的资料分析出来，然后你可以串 Google 本身有一些额外的服务是可以就是读那个 Google Sheet， 然后把它做成就是网页来呈现。好，第二种是 Python， 路径 B 就是 Python 加静态网页，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你可以在这个 Google NT Gravity 的这个界面里面，就是无痛的完成。因为 Python 的 code 写出来之后，你就是在 NT Gravity 这个 IDE 的界面执行之后，你可以请它产出网页，网页其实就是直接打开来。那如果你要就是把这个网页放在哪里给人家看的话，要么就放到比如说像 GitHub 有一些免费托管空间 ，GitHub 上面其实就会有 Pages。GitHub Pages， 大家今天把这个关键字记起来，就是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讲东西像天书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跟 NT Gravity 沟通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把关键字打进去，比如说我网页要放哪里，你可以问他，那可不可以放 Google？郑医师说可以放 GitHub Pages， 那是什么东西？我可以放那边吗？其实你直接这样问他，他也会跟你说，对，你可以这样放那边。那如果要放那边的话，你要怎么做？他会手把手教你，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你的超强承办人就对了，什么都问他。好，所以这一章就是讲我刚才讲的东西，你要想好你的业务的东西在哪里，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像有的人跟我许愿，我看那个回馈问卷里面是说他想要知道 Google Sheet 怎么做，然后怎么用那个 App Script 来自动化这个分析，那你就选这条路。那有的人是说，那其实我都是 Excel 档或者是 CSV 档，我想要 Excel 做分析，那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就是放下你的 Excel， 如果你的档案是 Excel 档或者 CSV 档，你就直接把它放到 NT Gravity 里面，然后 Python 会读这个档 ，Python 会处理这个分析 ，Python 会帮你产出这个图表，你只要出一句话，出一张嘴叫这个 NT Gravity 写程式，然后就写给你看，这样就对了。好，所以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然后就是其实那个 NT Gravity 的好处就是它会给你这个 plan。还有这个 task， 所以你会很明确的知道是什么。那做法其实就会，等一下我会 demo 给大家看，应该还有点时间。那第一个是我会建议大家 always 开那个 plan mode， 就是它其实可以选 plan 跟 fast。那 plan 的话就是它会先有一个 plan，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 task 你讲东西很简单，他就直接做，他会判断。但是能写计划的话，他会先写计划。然后 fast 的话就是都不用做计划，他会直接执行，然后直接改那个档案，那就这样比较不好，因为你直接改了就会到时候就不知道他怎么改了，或者是改了会出什么事情。那 always 选 plan 会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 common，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 plan， 就会像那个他会成一个计划书出来给你。其实你就可以在上面像你在那个编辑修订那个Word 文件档一样，可以在上面 common， 就像长官给 common 一样，就给 common 完，他就考虑你的 common 之后，然后就把它再纳进去，写一个新的 plan， 然后再问你可不可以执行这样子，所以是还蛮不错的，蛮有趣的。好，然后因为它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一个个做，所以通常都会建议大家玩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从小开始做，一步步做，然后慢慢的就是请他越做越大。比如说我可以先给他一个资料，那可以先问他，那你可以读这个资料吗？他就说我可以读，我读给你看。那你说他读完了，你就会请他画图，那你可以帮我画图吗？他就说好，那我画图，那图给你看。那这图画有点丑，那可不可以帮我画漂亮一点？然后他就会说好，那我帮你画漂亮一点，然后漂亮的图给你看，类似这样子迭代完，然后最后再把它整理成一套流程。那你最后可以跟他说，那请你把我们刚才做的事情全部做成一个完整的流程，然后告诉我要怎么做，写一个完整的系统规格表什么之类的给我看都可以。你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慢慢的去把它做出来。那如果他真的推荐的话，等一下也可以 demo 给大家看，就是会有一个 redo 的按键，你就把它整个说不对不要，然后重来，这样就好了，再重新讲一次。然后也许是我们那个指令不够明确，那我们就修正一下，他没有听懂，那我们就再解释一下，这样都没有问题。好，那所以其实那这个是最后的小提醒，然后就是理
领域知识是无可取代的护城河，就是说，其实你这些业务上的知识，或者是你这些业务上流程或需要，其实是 AI 不会懂的，所以它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听你的指示，然后去发想它怎么样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给它很明确的东西，比如说这些栏位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它其实不知道，所以你要做一个把关的动作。它也许用错栏位，或者是也许误会那个栏位的意义，那你就是要就是要再讲给他听这样子，然后。好，这应该是最后一章，我们等下就可以看 demo。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请大家今天听完这个分享，真的有兴趣的话，那就是下载挑一件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然后下载 Anti-Gravity，然后跟你的 AI 小帮手承办人好好的讨论看看，然后就是怎么样可以来把这件事情全部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做成功这样子。然后，好，那最后的这一章就是魔法是想象的世界 ，AI 是一个魔法，所以。AI 的那个 AI 能够做到多好，就是取决于你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好。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什么是 Google Sheet， 什么是 AppScript， 不知道有 Python， 不知道其实有视觉化网页可以做，或者是有 Anti-Gravity 这些工具啊，你就不会请 Anti-Gravity 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它也没有办法生成这些东西给你。所以，其实你学的东西越多，你懂的关键字越多，你把它喂进去你的 AI 就可以得到越多的东西。好，那最后有几个 demo 给大家看，好，我直接先好，先花一点时间。比如说，我有一些实际的范例啦，比如说这个是我可以请 Anti-Gravity，就是实际去产生，我丢给他一份 AI 医疗的资料，其实它是可以做到，就是从自动生成这个 AI 的问卷，然后做资料的分析，比如说就是那个。流行病学曲线请他画，然后风险计算交叉比对，因为这是食品中毒案件，我就可以请他算 RR， 请他算 risk ratio 啊，请他做一些进阶的资料分析。我都没有出一张嘴，我都没有教他要怎么做，我就是告诉他我要做这件事情，那他就会把它做出来。那比如说今天。这个是 AI 自动爬虫加 parser， 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之后可以做更细部的手把手的分享，就是这些东西我怎么做出来。比如说这个我是直接出一张嘴，就是叫他帮我爬那个，大家知道我们外网上有一个网页是所有的病例定义，那个病例定义很麻烦，我要一个个点进去看，然后都是下载 PDF 档，然后就很麻烦，所以我就丢那个网址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你把上面的 PDF 全部给我爬下来，爬下来之后全部帮我辨识成文字档，然后就是格式做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就最后做成这个文字档，然后做成这个文字档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把这些文字档就是做成一个仪表板网页，我要可以一目了然的比较所有的病例定义，所以他就是告诉我我们病例定义通常有这5大栏位，然后每一个病的病例定义是什么，它是他辨识出来的文字全部都放上来，可能病例确定病例什么什么，所以大家如果要查就是哪个病的病例定义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不用在那边按那个疾管署的网页按半天，要等 PDF 下载，我就是直接上来这个网版。那个看，然后就搜寻就可以了。那它背后就是用 AI 自动爬虫，然后把资料存在 local 端之后，然后我请它自动生成的这个网页给我用，类似这样的状况。好，最后给大家看，好，这是好，最后5分钟给大家看，这个是来分享其他实际跑圈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会怎么做。Anti-Gravity， 好，就是大家通常打开 Anti-Gravity 以后，就会是像这样子，右边是 Agent 的，就是那个讲的话，你要跟他对话的地方，然后那个中间会问你要开什么，那个folder 资料夹，那反正这个我就已经开好一个资料夹，我就请他打开这个资料夹。然后里面我已经放好资料了，这个是 NHI 的资料，健保的资料，然后 RAS 的资料，这个是我从我们 Open Data 网站下载的，所以没有什么，就反正都是可以使用的资料，没有什么那个各自的问题。然后我已经写好了一些我之前预设的 prompt， 就是我刚才讲说，请你用什么样的资料，然后画出什么样的图比如说2019、2020流感季到2025流感季，然后我要画的是类流感门诊就诊人次的同期比较然后什么什么 RAS 要画什么，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请 AI 然后你看下面这个 mode 这边会选 planning 或 fast， 那原则上我就是建议你选 planning， 然后这里可以选你想要的模型，那原则上就是选 Gemini Pro， 然后大家有兴趣或者是 quota 用完再去选其他的，然后我就按执行。按了吗？等一下，好，
send，然后我提醒他就是我的风格要什么，然后文件语言就是他会产出一些文件，我就请他一定要用中文，因为用英文我会看不懂，或者我看的比较慢，然后他都会开始跑。那他在跑的时候，我就让大家先看我之前已经稍微做过的。哦，在哪里呢？I 这个好，好，所以像还有5分钟，很好。好，所以像这个就是你看，我就是跟他讲说哪个档案是健保门诊的资料，然后请你帮我画什么。那你看他下面就会开始跑，开始执行，然后就告诉你我已经画了什么东西出来。哦，然后那我第二个就说，那你用 RAS 的资料帮我画什么？他就帮我画，因为刚好里面栏位名称也都是中文，他看得懂那个栏位的意义是什么，大概猜得到，所以我也不用特别跟他解释什么栏位名称是什么。好，然后他帮我处理好 RAS 的资料，然后它是什么图什么图。哦，然后就是这样子继续，然后你要帮我画6个区的图，那6个区我的资料是把它存在 region.md，region 点 MD 就是我这边做了一个文字档，上面跟他讲说我6个区各自是什么县市，请你来读一下，然后他就会根据这个规则，然后去帮我设定6个区是什么东西，他就画6个区，那这边其实都在整理6个区的 mapping 是什么，哦，你就会看到 AI 在跑这些东西，然后就很长，然后就跟你说，我已经根据6个区，然后跑出了6个图。而且我有跟他讲说，这个是要拼图，就是我要把它做成6张图，然后拼小图，然后拼成大图。哦，这个就是我有很明确的指示，他就会这样画，然后就画一个东西出来，比如说，好，那就点一下给，好，这不能点，等一下再说，反正就直接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跑完了没？刚才这个在跑的，哦，刚才这个好像跑完了。好，刚跑完之后，你看他刚才我叫他做完事情，他就会跑一大堆东西，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 implementation plan，他就说我打算怎么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去看他有没有理解错误，有理解错误你就骂他，你就说你这个理解错误，然后要怎么骂他你就写在这里，比如说他会说我要预计怎么做，好，那你如果不想要 Python，那你也可以在这边 comment，那边有个 comment，按下去说我不要 Python，我要改什么程式语言，对，然后比如说好，比如说。最简单，然后验证计划就告诉你验证是什么。好，那假设都没错，或者是，好，我今天就是说，我今天要改这个视觉风格，我心意变了，改成经济学人的风格。好，那这样就 comment 下去之后，你就 proceed，你就请他执行，然后他就会开始画圈圈，然后准备产出那些东西。对，然后产出的东西就会是像我直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我已经做过的。这里好，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做，说我们全部都要叫他画完图了嘛，所以他就会画，来等一下，右边的图就会像这样，他就会画图画出来，那你就点进去，你这左边就看到他产出的东西，他会讲。然后我的重点是我要把它做成仪表板网页，所以我最后就会跟他讲一个我要做仪表板网页，我说请你帮我把刚才那些全部做成仪表板，在哪里？某个地方，好，这里。然后而且我要可以自动更新，所以他就说我帮你做了一个视觉化仪表板，而且以后每周更新，我预测你的流程就是你抽换你那个资料档之后，你直接去执行一个 update 的 Python，那这个其实可以在 IDE 界面里面直接按执行，然后它就会产出一个新的 dashboard 网页，然后 dashboard 网页给大家看 dashboard 网页长得就像。这样，它生出来的一个网页，然后那个网页是一个，因为我有特别要求它是独立可执行的 dashboard 网页，不要再给我装一些要渲染还是什么东西的 JavaScript 的东西，对，所以它就会直接给我生成一个网页，然后就会长得像这样。它把刚才那6张图我经常画的6张图全部都就是做成一个仪表板，然后你看这6张图拼的方式也都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当然就是 comment 一下，告诉他哪里有问题，然后请他改，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资料分析到可以产出成品的一个 POC 的范本。然后最后我们回到刚才请他画圈圈的地方，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好，我讲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现在问，很快的回答，或者是留言给我也可以。
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一直想说简报怎么做。那因为今天那个浩源先做这个简报，其实是蛮有那个自己的风格。那虽然是用 Notebook LM， 那可以1分钟再教大家做一下，说，你今天的简报是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控制 Notebook LM 去生成真的那个简报，因为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好，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给我30秒，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其实他中间会问你要不要 run，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他会跟你问你要不要 run， 那你就 run 哦，对，就这样就好了。好，所以我 demo 做，大家要简报。我这个简报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简报其实会自己做，我觉得那个 AI 做的还是没有很满意。不过因为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把我写好的大纲，然后直接丢到 Notebook LM 请它产生，结果它就不小心做了一个好像还不错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直接拿来用好了。那我用的直接给大家看 Notebook LM。那等跟摄影师在开档案的时候，那大家记得就是今天那个就是有一个投票，然后这个投票是在那个就是这个 Google Meet 右下角的这个就是9个点地方点进去。那这个今天投票就会决定下个礼拜要是从1点开始还是1点半开始，然后还没有投票的人记得去投票。好，谢谢大家。大家看不到，等一下我分享给大家看。这里。分享其他荧幕画面 ，Notebook LM 是哪一个？这个，这个 Vibe Code。好，我就是把我写好的简报大纲，我已经写好我每一张要什么东西了，然后就把它复制贴上到那个里面，然后好，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我复制贴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是提示只会跟他说，我要简单的线条跟插图风格。然后背景要白色，因为这样的话之后要偷改什么东西都很简单。然后颜色选什么，我就是告诉他选什么，然后就是稍微指定了一下内容是什么，就这样子，他就做出来了。我意外的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就直接拿来用了。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差别就是在我有指定那个我要什么样的风格哦，然后有指定我要它就是那个主要的色系是什么，他就不会给我乱生一些很奇怪的图出来。大纲贴上的文字就是这个，其实大纲我也是跟 Gemini 讨论完，就是决定要帮大家讲，要教大家什么东西哦，所以我就有一个课程的大纲，然后课程大纲就是其实这个有改了哦，反正内容就是这样。等一下，因为对，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些东西，这个其实不是，反正就是大纲哦，然后每一件要什么。就Gemini写完的，然后我就把它贴过来而已，贴过来叫他做，就这样，好。好了，那时间关系就是，好，来，如果大家不嫌弃我耽误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再讲一下。小杨哥有问题吗？有一个人举手，是有人举手。OK， 那按错了，好，那就大家再会，有问题可以再联络，然后反正之后还有机会再分享，都可以再问，谢谢大家，拜拜。好，那个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对，你可以直接开你那个这个，来等我，投票直接看那个 Google Chat。Google Chat。你有投票吗？刚才我没有看，我没有的。Google 你开一个 Google Chat， 然后去投票，这样就可以看得到。哦，好，那我现在投票。我要延后半小时。好，延后半小时。好，70票大胜维持原时段19票，所以原则上，反正刘医师会再通知大家，之后可能就是会改成1点半才开始到2点。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是下礼拜是1点半见。好，那我到时候就是公文做的通知，就是会改成1点半。然后我这边就会再进行相关的那个会议室借阅，那个借阅。好，那谢谢大家参加。